你见过这样的女人吗？自己丈夫得了不治之症，失去了生活的信心。妻子为了重新唤醒丈夫的灵感，带回一个满是故事的女人作为他的人体模特。这样的妻子是不是每个男人都想拥有呢？今天就为大家带来这部韩国影片《春天》。故事开始，上世纪60年代的韩国，一处古朴的大宅院内，和煦的阳光洒进来，佣人们在晾晒着洁白的床单。男主俊九是一位鼎鼎大名的人体雕塑艺术家，不幸的是他染上了不治之症，别说继续搞艺术，怕是生活都快不能自理了。不能继续追求艺术理想的他，如同失去了灵魂一般，一蹶不振，万念俱灰。妻子真淑温婉如玉，体贴大方，于是妻子带着他来到风景宜人的乡村老家，希望换个环境能让丈夫的病情有所好转。丈夫俊九不久前患上了渐冻症，连一个杯子都端不起来，就别提夫妻开车的事了，就算开车也挂不上档。看着日益颓废的丈夫，真淑决定偷偷给他找个人体模特，希望能让丈夫重振雄风。经过多天的寻觅，真淑终于发现了合适的人选。或许是命运让这两个原本毫无交集的女人相遇了。此时正值越战时期，韩国作为美国的小弟，也派了50万壮丁奔赴前线，男性纷纷应召入伍，可想而知，剩下的妻儿只能靠吃救济生活。不同于俊九真淑这样的富裕人家，村子上的平民百姓无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村妇敏静也是其中一员，她脸庞清秀，四肢修长，是个做模特的好料子。而且她家日子过得很苦，还有个从战场归来的不成器的丈夫，不仅没有正经工作，赌博酗酒恶习均沾，还一言不合就家暴。敏静带着2个孩子，做着洗碗工的工作，领着微薄的薪水，就这样赚来的钱还都被无能的丈夫赌掉了。真淑找到敏静说明来意，并表示可以支付10倍的薪水。刚开始敏静特别排斥，她觉得做这个工作不太光彩，可孩子要上学，家里要生活，面对高出工资10倍的诱惑，她最终还是想去试一下。第二天一早，敏静来到真淑家里，她从没见过这么气派的庭院，一看就是有钱人家。真淑亲自为她沐浴后，让管家把她送到丈夫工作室。消沉多日的俊九起初是反对的，但看到敏静后，眼中第一次重新燃起火光。敏静身形纤细，身材高挑，五官虽不艳丽，却棱角分明，有种清丽之美，是艺术家梦寐以求的灵感缪斯。面试开始，俊九让敏静脱掉衣服，为了高薪她只能照做。只不过第一次做人体模特的她还没有克服心理障碍，在陌生男人面前一丝不挂，始终有些扭捏。而这时的妻子正在外边等待，此刻没人能体会她内心的焦灼。真淑看到丈夫能接受敏静，便提前给她支付了薪水。敏静拿到钱后，开心地回到家里给孩子改善生活。她的丈夫闻到了肉味，问她哪来的钱。敏静说在教授家做杂工赚来的，可丈夫不信，并把她藏起来的钱翻了出来，打了她一巴掌后，拿着钱又出去鬼混了。之后敏静瞒着丈夫，天天到真淑家做模特。第二次合作时，俊九放上了古典音乐，缓解紧张的气氛，并引导她跟随自己的内心摆姿势。敏静终于放下心理包袱，不再拘谨美丽，体态也变得自然美丽起来，就像一块被雕琢的璞玉，逐渐散发出潜藏已久的温润光泽。敏静也慢慢了解到，人体模特绝非自己之前想的那般下流不耻，作为一种艺术工作，是纯洁而高雅的。她不仅逐渐发现了自己的美，还对雕刻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而俊九见到让他倾心的敏静后，心情变好，身体也有了好转，整个人充满了活力。这天，敏静提前下班回到家，却看到门口放着一双女人的鞋子。她颤抖着打开房门，看到丈夫正和一个妓女打扑克，一怒之下就把一盆水泼在他们身上。然而冲动换来的却是丈夫的拳打脚踢。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敏静休养了好几天才恢复工作，俊九对她很是牵挂。再次回到工作室，尽管她遮遮掩掩，但还是被俊九看到了身上的伤痕。他看着楚楚可怜的敏静，满心怜悯，决定带她到野外写生放松心情。湖光山色间，他们不仅是雕刻家与模特，更成了合作伙伴、灵魂伴侣，一起讨论美、理解美。俊九倍感舒畅，他下定决心要完成一件久违的大作，一个女性全身像。之后，2人几乎天天待在工作室，一边创作，一边谈天说地。
在闵静的帮助下，俊九的全身像进度很快。可奇怪的是，雕塑和他一样有着修长的身体，脸却不像他。而真叔对闵静也很照顾，经常派管家给他家送些吃的喝的。因为闵静的出现，让丈夫的身体恢复了很多。可就在雕塑作品即将完工之际，闵静的丈夫听说了关于妻子的闲言碎语，他借着酒劲闯进了俊九的工作室。果然看到妻子一丝不挂地站在陌生男人面前，不禁怒火中烧，不由分说地当着俊九的面暴打了闵静，还把雕塑砸了个稀巴烂。俊九看不过去，上前去拉他，也被疯狂的男人给揍趴下。他看着被毁掉的雕像，心里很是惋惜，因为这将是他生前最后的一座，如今却全部归零。另一边，闵静回到家里，自然避免不了又是一顿胖揍。半夜，她拖着浑身是伤的身体找到了俊九。俊九第一次拥抱了她。真叔知道后也很自责，派人找到女人丈夫送上一笔钱。见钱眼开的男人拿到钱后，便直接跑到赌场挥霍去了。从此，闵静和2个孩子就在真叔家住了下来。而俊九知道自己时日已不多，即使雕像被毁，他也要把人面像做出来。这时他的体检报告出来了，病情进一步恶化。真叔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，她不知在丈夫最后的时光里还能为他做些什么。这天，村民们在河边发现了闵静丈夫的尸体。闵静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飞奔回俊九的工作室。可为时已晚，俊九已经开枪自杀了。她自知时日无多，便给了闵静一份珍贵的礼物——自由。失去丈夫的真叔非常难过，她深爱的丈夫为了别的女人杀人，竟对自己一句话也没留下。直到此时，她才走进了丈夫的那间她从未踏入过的工作室。在这里发现一封丈夫留给她的遗书，上面写道：我是个如此不足的人，你却从未放弃，直到现在才向你告白。其实我一直都深爱着你。真叔来到雕像面前，才发现丈夫用尽生命完成的雕像正是自己。他把艺术心血的结晶，毕生最伟大的作品留给了结发妻子，一尊名为春天的人脸雕塑，那正是真叔的面庞。俊九的一生或许短暂，但他却遇到了2个别人可能一辈子都遇不到的女人，一个是善解人意的妻子，一个是启迪心灵的缪斯。他究其一生追寻艺术，临别前才明白，比艺术更重要的是人生。于是他牺牲了自己，成全了2个女人的人生。电影名为《春天》，故事却发生在郁郁葱葱的盛夏。或许因为那是一场只属于他们3个人的春天。好了，今天到这就结束了。这里是哪吒剪影，感谢您的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